上一期结尾一声恭喜，贾雨村要复职了。但是这个复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有人递消息，有人献计，有人写推荐信，有人给落实，一环套一环的。这一期我们正式进入第3回，这一回的章回名叫贾雨村银元复就职，林黛玉剖腹进京都。这个银元二字意思就是攀附权要找门路的意思。那贾雨村一个革职官员怎么爬回去的？靠的就是这条人脉链。而且这一回把黛玉进京的缘由写透了，他不是去享福的，是去依傍的。来，我们来听原文。却说那雨村忙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乃是当时同僚一案参革的号张如圭者。他本系此地人，隔后家居，今打听的都中奏准起复救援之信，他便私下里寻情找门路，忽遇见雨村，故忙道喜。二人见了礼，张如圭便将此信告诉了雨村。雨村自是欢喜，忙忙地续了2句，遂作别各自回家。冷子兴听得此言，便忙献计，令雨村央烦林如海转向都中去央烦贾政。雨村领其意，作别回至馆中，忙寻底报看真确了。次日面谋之如海，如海道：天缘凑巧，因建京去世，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教育，前已遣了男女传之来接，因小女未曾大全，故未及行。此刻正思向蒙训教之恩，未经酬报，遇此机会，岂有不尽心图报之理啊？但请放心，弟已欲为筹划至此，已修下荐书一封，转托内兄务为周全协作，方可稍尽弟之笔诚。即有所费用之力，弟于内兄信中已注明白，亦不劳尊兄多虑矣。雨村一面打工谢不释口，一面又问：不知令亲大人现居何职啊？只怕晚生草率，不敢骤然入都干读。如海笑道：若论社亲，与尊兄游戏同谱啊，乃荣公之孙。大内兄现袭1等将军，名摄，字恩侯；二内兄名正，字存周，现任工部员外郎。其为人监公厚道，大有祖父遗风啊，非高粱轻薄仕宦之流，故弟方致书烦托。否则不但有无尊兄之清操，即弟已不屑为矣啊。雨村听了，心下方信了昨日子兴之言，于是又谢了林如海。如海乃说：已择了初月初2日小女入都，尊兄即同路而往，岂不两便呢？雨村唯唯听命，心中十分得意。如海遂打点礼物，并饯行之事，雨村一一领了。那女学生黛玉身体方愈，原不忍弃父而往，无奈她外祖母执意误去，且见如海说：汝父年将半百，再无续世之意，且汝托病，年幼极小，上无亲母教养，下无姊妹兄弟扶持，今一傍外祖母及旧世姊妹去，正好减我顾盼之忧，何反云不往啊？黛玉听了，方洒泪拜别，随了奶娘及荣府几个老妇人登舟而去。雨村另有一只船，带2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。有日到了都中，进入神经，雨村先整了衣冠，带了小童，拿着宗职的名帖至荣府的门前投了。彼时贾政已看了媚丈之书，急忙请入相会。见雨村相貌魁伟，言语不俗，且这贾政最喜读书人，礼贤下士，济弱扶危，大有祖风。况又系媚丈之意，因此优待雨村更又不同，便竭力为内中协助。提奏之日，轻轻谋了一个副职后缺，不上2个月，金陵应天府缺出，便谋补了此缺，拜辞了贾政，择日上任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好，这一段我们演播完了。这一集我们就抓3件事。首先，贾雨村复职靠的不是才干，是银元也就是张如圭报信儿，冷子兴献计，林如海写推荐书，贾政给落实。那么脂砚斋有评仕途之机令人可畏，这几个字说透了封建的官场。您注意林如海的话是即有所费用之力，递于内兄信中已注明白也就是连打点的钱都准备好了。又注意贾政怎么帮他提奏之日，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后缺轻轻2字极讽刺。那么对于贾政来说，举手之劳；对于雨村来说，就是平步青云。那么这第2件我们来说，黛玉进京她不是去享福，而是去依傍。林如海说，今依傍外祖母及旧氏姊妹去。依傍2字是寄人篱下的身份定位。又说正好减我顾盼之忧，父亲不是不爱他，是养不了他了，因为无续世之意，无人教养他不想再娶妻了。所以黛玉洒泪拜别。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感同身受一下一个10几岁弱不禁风的女孩子，没有了妈妈，又要远离爸爸到遥远的陌生的地方，见一群陌生的亲戚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，这是一种什么感受反正想到这一幕，我挺哽咽的。那么第3件，2个关键的伏笔，后面惊天动地。第一个伏笔叫应天府。雨村谋了个金陵应天府的缺。那脂砚斋评，应天府后闻葫芦案之地，他上任的地方正是英莲，也就是前文说的香菱被拐卖的地方。那么后面乱判葫芦案在这里轻轻一点。那么伏笔2就是贾政的大有祖风。林如海评价贾政谦恭厚道，大有祖父遗风。贾政也确实是礼贤下士，竭力帮助雨村。但是后面雨村当官回来，面对恩人的女儿英莲被拐卖，他选择的是乱判。那么大有祖风的厚道养出了忘恩负义的豺狼，这是曹雪芹最冷的讽刺。所以这一集的核心，贾雨村银元复职，林黛玉被迫启程，一条人脉链把2个人绑在了一起。雨村依附黛玉的关系往上爬，黛玉依附外祖母的家活下去，2个人都是依傍，但一个是主动的投机者，一个是被动的孤女。那么下一期真正的大戏，林黛玉进贾府，她步步留心，时时在意，我们敬请期待。